话说魏国大将军司马昭坐在大殿里，心里老想着要一统天下。他觉得蜀汉就像个小钉子，老扎在他心头。这不，他正思考着怎么把它拔掉呢。司马昭，蜀汉不灭，我心难安。谁有妙计，替我扫平障碍？这时，一位老将军邓艾站了出来。他是个老谋深算的行家，他双手一拱，就献上了一条奇袭蜀汉的计策，听得司马昭连连点头，觉得真是高明。邓艾大将军，蜀汉可分兵两路奇袭，并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司马昭听了邓艾的计策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但他又考虑到战事重大，所以他任命了聪明又善于谋略的钟会做主帅，统帅大军，负责攻打蜀汉。司马昭，钟会你足智多谋，这次伐蜀大业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。钟会接了命令，立刻调集了10万大军，旌旗蔽日，号角震天，整个平原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士兵，准备好要浩浩荡荡地开往蜀汉了。钟会，众将士听令，目标蜀汉，全军开拔，务必旗开得胜。消息传到蜀汉，大将姜维眉头紧锁，他早知道魏国想打蜀汉，立刻派人加强防御，还对将士们说：“这次魏国来势汹汹，咱们可得小心应对啊。”姜维，魏国大军压境，来势汹汹，诸位将士务必严防死守，不可有失。却说钟会的大军兵分多路，气势磅礴地开进了蜀汉的汉中地区。一路之上，刀枪闪耀，战鼓隆隆，每个士兵都充满了征服的气势。钟会传令下去，各部队按原定计划推进，一鼓作气，直捣黄龙。汉中的关隘守将面对魏军的突然进攻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阳平关等重要据点很快就被魏军攻下，蜀汉的防线一下子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魏军将领报：阳平关已顺利攻克，蜀军溃不成军，将军神机妙算。钟会真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不能硬碰硬，所以常常用计谋来迷惑蜀军。他佯装攻打这里，却悄悄派兵绕道去攻打那里，让蜀军防不胜防。钟会兵不厌诈，传令先声张西路，实则东路奇袭，让他们猜不透。魏军长驱直入，很快就占领了汉中大半的土地。山川河流如今都成了魏军的势力范围，整个汉中平原都回荡着魏军胜利的欢呼声。钟会在巡视汉中时，听说不远处的定军山就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埋骨的地方。这位传奇人物的墓地让钟会心生好奇。随从将军，前方定军山便是诸葛武侯的安息之地。钟会听了，心想诸葛亮可是天下奇才，就算死了，他的墓地肯定也有不少玄机。他不禁产生了一股要去看看的念头，想亲自瞻仰这位传奇人物。钟会，诸葛武侯天下奇才，既已路过，怎能不去瞻仰一番？于是钟会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了定军山脚下。山势雄伟，古木参天，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着这片土地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。他们爬上山坡，终于找到了诸葛亮的墓地。墓碑简朴庄重，周围绿树成荫，显得十分宁静。钟会站在墓前，心里百感交集。钟会，武侯啊武侯，您真是天下奇人，连这墓地都如此不凡，
就在钟会凝神沉思的时候，忽然间，平静的天空风云变色，一股奇特的气息笼罩了整个山头，周围的树木都摇摆起来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气氛变得诡异。只见墓碑前，一道青烟缓缓升腾，在空中凝聚成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身影高大威严，虽然看不清面容，却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智慧与威压，赫然是诸葛武侯显圣。钟会和他的手下们看到这景象，无不吓得目瞪口呆，有些胆小的甚至直接跌坐在地。钟会虽然胆大，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心头狂跳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钟会，天啊，这难道是武侯显灵？真是活见鬼了！那武侯的身影虽然没有言语，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传达了一种讯息，即便他已逝去，他的智慧与影响力依然庇佑着蜀汉，震慑着来犯之敌。这让钟会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。惊吓过后，钟会慢慢冷静下来，他感到一股由衷的敬佩。他知道诸葛亮是真正的智者，即便天上人间，也无人能及。他郑重地整理衣冠，向着墓碑深深地拜了下去。钟会，武侯之志，惊天地泣鬼神。钟会今日方知人外有人。这一次的经历让钟会对诸葛亮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他不再把诸葛亮当成一个普通的敌人，而是一位值得学习和尊敬的伟大人物。他明白，要攻下蜀汉，不仅要靠力量，更要靠智慧。尽管钟会还是要完成攻打蜀汉的任务，但这次经历让他变得更加谨慎和深思熟虑。他调整了策略，不再急躁冒进，而是用更为稳妥的办法继续他的征伐之路。钟会，武侯之志提醒了我，往后行军需步步为营，不可轻敌。话说曹魏大将邓艾，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，想兵分两路攻打蜀汉。他跟手下分析，如果走老路肯定被姜维挡住，必须出奇兵。邓艾，姜维老奸巨猾，正面硬攻难矣。吾有一计，可直捣黄龙。却说另一位魏国大将钟会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他按照邓艾的计划，走的是比较平坦的大路，摆出一副要和姜维主力决战的样子，其实是要牵制住蜀汉的防线。钟会，此番出征，只许胜不许败，全军将士随我冲锋。没想到邓艾的计划还有后手，他秘密地决定自己要带一支精锐部队，从当时根本没人想到的阴平小路，直接翻山越岭，绕过蜀汉重重防线，直奔成都。这可真是个疯狂的主意。邓艾，阴平小道虽险难行，却是出奇制胜的关键。将领甲，将军，此路艰险，恐怕难以通行啊。远在剑阁的蜀汉大将姜维突然收到了魏国大军压境的消息。他知道钟会来势汹汹，但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魏军这次的攻势好像有点太过直接了。他赶紧布防，准备迎战。姜维，钟会大军已至，传我号令，严防死守剑阁。传令兵，将军，魏军势大，来势汹汹。当蜀汉的将领们听到有消息说邓艾可能要走阴平小路时，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根本是天方夜谭。那条路那么难走，怎么可能运送大军？
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魏军的疑兵之计罢了。将领甲，因凭小道，鸟兽尚难行，邓艾岂能率军至此？将领乙，定是魏军虚张声势，不必理会。邓艾可没管别人怎么想，他真的带着部队踏上了那条被认为不可能通行的阴平小路。只见山路崎岖，悬崖峭壁，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，简直是在玩命啊！邓艾，将士们，翻过此山，胜利在望。士兵，将军，此路险峻，弟兄们快撑不住了。这一路走来，真是苦不堪言，粮草运送困难，士兵们常常饿肚子，还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陡峭的山坡。好多人都累垮了，甚至有人失足掉下了悬崖，真是惨啊！士兵甲，将军，我们的粮食快没了，还要走多久啊？士兵乙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是熬不住了。就在蜀汉将士们还在间隔严阵以待的时候，邓艾的骑兵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江油城下。江油守将马邈完全没料到会有人从这里杀出来，吓得他是手足无措。邓艾，江油城就在眼前，将士们，冲啊！马邈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是怎么来的？江油守将马邈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看到魏军像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城外，士气崩溃，根本不敢抵抗，立马就开城投降了。这下好了，邓艾的骑兵之路彻底打通了。马邈，无愿开城投降，只求将军饶我一命。邓艾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来人，收编江油。江油失守的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传到了成都，蜀汉朝廷上下顿时乱成一锅粥，皇帝刘禅更是吓得面如土色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。报信官，陛下，不好了！魏将邓艾已攻破江油，直逼成都。刘禅，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朕该如何是好？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，刘禅皇帝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主见。他听信宦官黄皓的谗言，竟然想着投降。一些忠臣义士看了心急如焚，却也无可奈何。黄皓，陛下，魏军势大，不如纳降，可保社稷百姓平安。刘禅，此言有理，朕再想想吧。在这危急存亡之秋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站了出来。他义愤填膺，痛斥投降派的无耻行径，决心要为父报仇，为蜀汉而战，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诸葛瞻，吾父北伐未成，今魏兵压境，岂可轻言投降？诸葛瞻，愿领兵出战，誓死保卫成都。诸葛瞻带着儿子诸葛尚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。他们肩负着蜀汉最后的希望，要去绵竹关抵挡魏军。父子俩的背影显得那么悲壮，又那么坚定。诸葛瞻，尚儿，此行凶险，我辈当为国尽忠。诸葛尚，父亲放心，孩儿誓与蜀汉共存亡。诸葛瞻父子终于在绵竹关前遇上了邓艾率领的魏军。这是一场决定蜀汉命运的关键之战，两军对峙，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邓艾，诸葛瞻，你可知天命已定，何不早降？诸葛瞻，吾乃忠臣之后，岂能苟且偷生？邓艾看到诸葛瞻，也想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他知道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，
所以派人前去劝降，希望他能看清大事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使者邓将军知你乃贤良之后，若能归顺，必受重用。诸葛瞻吾心已决，不劳费心。诸葛瞻听完劝降，怒火中烧，他大声斥责邓艾的无耻，并后悔自己未能及时听从姜维的建议，让魏军有机可乘。他誓死不降，要以死报国。诸葛瞻邓艾老贼，吾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诸葛瞻只恨吾未听姜维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劝降不成，大战立刻爆发，绵竹关前杀声震天，血流成河。诸葛瞻父子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，他们的英勇感染了所有蜀汉将士，拼死抵抗。诸葛瞻杀，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。魏兵蜀军顽抗，但终究是螳臂当车。虽然诸葛瞻英勇无比，但魏军人多势众，加上邓艾精锐的战术，蜀军渐渐不支。诸葛瞻身负重伤，但他依然坚守阵地，最终力战而亡，用生命诠释了忠诚。诸葛瞻吾今日为国捐躯，无愧于先父。士兵将军诸葛尚看到父亲战死，悲痛万分。他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提起武器，奋力冲向敌阵，要为父亲报仇，最终也壮烈牺牲，父子双双为国捐躯，留下千古悲歌。诸葛尚父亲，吾为父报仇。魏兵小儿逞强，不自量力。随着诸葛瞻父子的战死，绵竹关彻底失守。邓艾的大军再无阻碍，直趋成都，蜀汉的末日也随之来临。邓艾的奇袭彻底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。邓艾绵竹已破，成都唾手可得，全军进发。江陵将军神勇，势不可挡。话说魏国的皇帝曹睿啊，他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没想到最近病得更重了，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。宫里宫外都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在猜想，这魏国的江山接下来会怎么办呢？气氛真是紧张到不行。宦官，陛下病重，朝野上下皆忧心忡忡，只盼能有奇迹啊！话说曹魏大将军司马昭过世后，他的儿子司马炎接管了所有权力。这位年轻人可不是省油的灯，眼看着曹魏的天下摇摇欲坠，他心里早有打算，想要更进一步，把皇帝的位子也给做了。司马炎心里想着这件事，周围的谋士们也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不断地劝他，说什么天命所归，顺应民心，听得司马炎心花怒放，觉得这事儿还真能成。贾充，主公，魏国气数已尽，天下民心都归顺您啊。荀彧，正是，天意如此，主公切莫推辞了。有了这些支持，司马炎开始一步步展现他的权势。他先是加封自己为晋王，这可是个响亮的名号，比之前的职位高了一大截。大家都明白，他这是为登基做准备呢。魏国皇帝曹奂呢，他其实是个傀儡皇帝，什么事都做不了主。眼看着司马炎权力越来越大，心里肯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但他又能怎么办呢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。曹奂，哎，
天下大事，非朕所能为也。宦官，陛下，晋王威势日隆，朝中大臣皆已归心。朝堂上的大臣们嘴上都说着忠心，但私底下呢，早就开始讨论这魏晋更迭的大事了。他们有的为了自保，有的为了讨好新主子，都开始暗中向司马炎靠拢。大臣甲，如今晋王势大，魏国气数将尽矣。大臣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等当早做打算。没多久，一位名叫山涛的大臣代表大家上奏，请求曹奂禅让帝位给司马炎。这其实就是演戏啦，明知道曹奂没得选，但这套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山涛，陛下，晋王功高盖世，望陛下禅让，以顺天意。曹奂，曹奂心里虽然不愿意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发了一道诏书，表示自己德行不够，愿意把皇位让给有能力、有德性的晋王司马炎。这就是古代帝王禅让的第一步。曹奂，朕德薄才疏，实难成天命。没想到司马炎收到诏书后，竟然谦虚地推辞了。他说自己德行浅薄，不配当皇帝，这可把大家弄得哭笑不得。谁不知道他心里乐开了花？这不过是假装客气罢了。司马炎，我德性浅薄，何敢承此大位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于是大臣们又开始苦劝司马炎，他们排着队，一个接一个地请求他接受皇位，说什么天下不可一日无主之类的话。司马炎呢，就一直装作很为难的样子。众大臣，晋王，天下苍生，皆望您登基。司马炎，哀，众卿盛情，无时难推辞。过了几天，曹奂又发了第二道诏书，更加诚恳地请求司马炎登基。他说这是社稷的福气，百姓的期望，这就是第二次禅让的仪式了。大家都知道司马炎肯定还会推辞。曹奂，望晋王体恤苍生，速登大宝。果不其然，司马炎再次推辞了。他这次的理由是还需要斋戒静心，才能接受上天的旨意。这套流程简直就是当年的曹丕模仿汉献帝禅让，一模一样的一样画葫芦啊！司马炎，吾当斋戒沐浴，静心数日，方敢领命。为了让这场戏看起来更庄重，大臣们在洛阳城南修建了一个高大的禅让台，叫做寿禅坛。这地方以后就是司马炎正式登基的地方，工程浩大，声势壮观。曹奂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是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的皇帝生涯即将结束，虽然不舍，却也无能为力。一个傀儡皇帝，最终的命运就是这样，只能接受安排。曹奂，魏国气数已尽，天命难违啊！第三道禅让诏书终于来了，这次是再也没法推辞了。诏书写得声情并茂，说什么天下百姓多么渴望司马炎登基，连天地都为之动容。这可是最后一次了。大臣，陛下，这天下社稷正等着晋王来主持大局啊！到了这一步，司马炎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。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曹奂的禅让，假装自己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不得不承担这个重任。这场大戏终于要迎来最高潮了。司马炎，既然天命所归，民心所向，吾便勉力而为吧。在寿禅坛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，曹奂脱下皇帝的龙袍，亲手将传国玉玺交给了司马炎。
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皇帝，而司马炎则成了新的天下之主。曹奂请晋王，受此大宝。司马炎吾奉天承运，承陛下厚德。司马炎正式登基，他宣布建立新的王朝，国号为晋，历史上称之为西晋。从此以后，三国鼎立的局面彻底结束，天下归于一统，只是这一统是由司马家建立的。司马炎吾司马炎，今建大晋，天下归心。新的皇帝登基，当然要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还要追封祖先。司马炎这才算是完成了司马家几代人的心愿，把曹魏的天下变成了自己的晋朝。史官新帝登基，天下太平。至于被废的曹奂呢，司马炎还算厚道，没有为难他。他被封为陈留王，拥有10亿万户，可以安享晚年。虽然失去了皇位，但至少保住了性命，这在乱世中也算是不错的结局了。曹奂承蒙新帝恩典，吾心足矣。所以说啊，这历史就像个大戏台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到这里，一个新的王朝又开始了。曹魏的故事告一段落，但司马晋朝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呢。话说晋朝皇帝司马炎心里一直想着一件事，就是把吴国也给灭了，这样天下才能真正统一。他坐在金銮殿上，眼神坚定，感觉时机快到了。司马炎，天下三分已久，是时候该一统了。没想到，朝廷大臣们听了皇帝的想法，大部分都摇头。他们觉得攻打吴国太难了，长江天险，吴国水军都很厉害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大臣甲，陛下，吴国有长江天险，不易攻破啊。大臣乙，水军强盛，我军恐难取胜。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位老将杜预站了出来。他觉得现在正是好时机，吴国就像个生了重病的病人，再不治就没救了。杜预，陛下，吴国已是病入膏肓，此刻正是良机。杜预解释说，吴国君主荒淫无道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国力早就衰退了。他说，我们现在就像要把病人扶起来，只要轻轻一推，病就好了一大半。杜预，吴主无道，民心尽失，国力已衰，如病入膏肓。杜预，我军只需轻轻一推，吴国便可平定。另一个重要大臣张华也站出来支持杜预。他说，杜将军的分析很有道理，现在是天赐良机，如果错过了，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有了。张华，杜将军所言极是，此乃天赐良机，不可错过。司马炎听了两位大臣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一拍桌子，下定决心说：“好，就按杜预将军说的办，我们现在就发兵攻打吴国。”司马炎，好，就依杜预将军所言，发兵攻吴。于是，晋国上下开始忙碌起来，调兵遣将，准备粮草，打造战船。士兵们摩拳擦掌，士气高涨，只等皇帝一声令下，就准备渡江。却说江南的吴国，他们的皇帝孙皓根本不知道大难临头。他每天沉迷酒色，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，还经常残害忠良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孙皓，来人，在献美酒歌舞。
晋国大军兵分多路，浩浩荡荡地向吴国进发。其中一路是水军统帅王浚，他率领着庞大的船队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，气势如虹。吴国守军发现晋军来袭，虽然也试图抵抗，但由于长期疏于防范，再加上将士们斗志不高，很快就被晋军冲破防线。吴兵，晋军来势汹汹，我们守不住了。吴国在长江上设置了巨大的铁锁链和铁锥，想阻挡晋军船队。没想到王浚早有准备，他用巨大的火筏把铁锁链烧断，船队畅通无阻。王浚点火烧断这些铁链，晋军势如破竹，一座又一座的吴国城池相继陷落。百姓们早就受够了孙皓的暴政，反而对晋军的到来夹道欢迎。百姓甲，晋军来了，终于脱离孙皓暴政了。眼看大势已去，吴国的朝臣们也知道抵抗无益了，他们纷纷劝孙皓投降，免得生灵涂炭，也为自己和宗庙留条生路。大臣丙，陛下，大势已去，请速速投降吧。大臣丁，为保百姓安宁，为保宗庙血脉，请降。孙皓一开始还不肯相信，觉得自己的江山不可能就这么没了。但在众大臣的苦劝下，他也明白大势已去，只好流着泪答应了投降。孙皓，我的江山难道真要亡了吗？孙皓，罢了，罢了，我投降便是。孙皓换上了白色的降服，带着玉玺来到晋军营帐前。曾经高高在上的吴国皇帝，如今却是低头请降，场面让人感慨万分。他将玉玺恭恭敬敬地献给了晋军主帅王浚。王浚接受了投降，并派人将孙皓押解到洛阳，准备面见晋朝皇帝司马炎。孙皓，吾主孙皓特献玉玺，愿降晋国。孙皓被押解到晋国的都城洛阳，一路上看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，与吴国的残破景象形成鲜明对比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孙皓，晋国百姓如此安乐，而我吴国却是民不聊生。司马炎在金銮殿上接见了孙皓，曾经割据一方的吴国皇帝，如今成为了晋朝的阶下囚。司马炎展现了宽宏大量，并没有羞辱他。司马炎，孙皓，你受苦了，朕不会为难你的。随着吴国的灭亡，长达数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终于结束了。整个天下在晋朝的旗帜下再次实现了统一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。正如《三国演义》开头说的那样，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天下又再次归于一统，这真是历史的循环啊。